小军，你来就来，还买那么多东西过来。彤彤太不够意思了，我是现在才知道他从风尘山庄回来，让人帮我看着书店，我就赶紧过来一趟。知道我怀孕的时候，彤彤不停地往我家里塞补品，现在她怀上了，我就有机会往她这里塞补品了。战奶奶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战奶奶，我们可想您了。怪不得我天天都在打喷嚏，原来是你们念叨着我。彤彤呢？阿印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在风尘山庄是程医生帮她把的脉，小夫妻俩都想去医院检查一次。彤彤已经有妊娠反应了，以程医生的医术，她把的脉不会有错的。彤彤盼这个孩子盼了很长时间，她绝对相信程医生的。去医院检查，也就是照个 B 超看看胚胎发育情况。我那时候也是这样。彤彤会吐吗？彤彤吃完早餐就吐了，战印心疼得很，带她去医院检查，顺便问问医生有什么办法能止吐的。我看他紧张的恨不得能代替彤彤去吐。很正常，否则都不是战印了。他那么疼爱海童，简直就是将彤彤当成女儿来疼着的。小军的气色不错，苏南像养猪似的养着我，我气色能不好吗？你这形容说明他在乎你，希望你好好的。我尽量控制着这张嘴，不敢吃太多，否则真的胖成猪了。战奶奶，你这次回来不会到处跑了吧？每次去游山庄没有看到战奶奶，我都浑身不得劲儿，太想您老人家了。最近1年都会留在管城，不跑了也跑不动了，奶奶都老了。战奶奶一点都不老，看上去跟我婆婆一个年纪的人。偶尔可能会去江城散散心吧，关心关心我们家老三。羡慕战奶奶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出过远门了。你怀孕满3个月了吧？还稳了，也可以出去走走的，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就行，也不要累着自己。孕晚期就不要出远门了。老太太的话说出口，沈小军更羡慕了。几个人闲聊了一会儿，沈小军才告辞回家。这才刚怀上，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生，你想抱外甥还得等上好几个月呢。现在就乐不可支的，等到宝宝出生了，你怕是会被战少拒之门外，因为你会和战少抢孩子。我就是忍不住开心，海童是我表妹，她的孩子是我的外甥，我抱我外甥。战印敢说个不字试试？战少估计还真不敢说个不字呢。商小姐，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，总算等到你。我以为你们早就走了呢。我跟你家司机说了，不用再过来，我来接你们的鸡就行了。我为了让你们有地方放行李箱，特意开了这辆车过来的。苏少主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回来的？我想知道的事，一般都能知道，除非是我不想知道的。我和小飞拦辆计程车回去，不敢麻烦苏少主。军武少不想坐我的车无所谓，我能理解的。我跑这一趟也是为了接商小姐的机，军武少不过是顺带的不愿意被顺带，自己想办法回去便可。商小姐，我在宛城大酒店定了位置，也给你点好了菜式，过去便能吃饭。饭后你想回家也可以，想到处逛逛也行，我都能安排人陪着你。谢谢苏少主，我想直接回家。他没有尝试着拒绝，而是拉着军然上了苏少主的车。苏少主打算上车，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，他低头一看，是一串钥匙。那串钥匙还有一个像是小金矿似的小东西，里面放着一张1寸的相片。那女孩子看上去20出头的样子，长相甜美，笑容灿烂的像盛放的鲜花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苏少主看着相片中的女孩子，竟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。你们俩决定不去宛城大酒店吃饭了吗？我是给你们俩定的位置。苏少主有心了，谢谢。我还是想回家，要不是拖着个行李箱，我都想直接去明苑花园的。行，我送你们回家去。就知道你回来就是冲着海童的。那是，我要升级当表姨了，太开心了。昨天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。你不是早就当姨了吗？洋洋也是叫你姨的，海童怀个月而已，你们一个个都开心得很，真羡慕你们的感情深厚呀。不过能够理解的，海童嫁给战印都1年了，外面很多人都在传她不能生，现在怀上了，可以松口气，大家都替她开心是正常的。苏少主以后若是能当爸爸，也会有很多人为你感到开心的。我若是有机会当爸爸，别人开不开心我不知道，但我家老头子肯定是最开心的。对了，当初战奶奶请来的大师帮战印和海童看过，说海童入秋后就会怀孕，是不是？是有这回事，不过是战奶奶为了安慰彤彤的，想让彤彤不要整天想着怀孕的事情。我觉得彤彤心理压力太大，如果战奶奶不那样说，她没有一点希望，都要抑郁了。别看彤彤看着很坚强，她也有崩溃的时候。现在倒是凑巧，入秋了，彤彤便怀上了。
希望那位大师的嘴是开过光的吧，说话灵验，那样彤彤就是儿女双全。苏少主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？就是忽然想起就忽然问了。苏少主笑呵呵的，没有说自己看到钥匙扣上的相片，有心跳加速的感觉。站在自家别墅门口，商小飞看着苏少主车子远去，都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，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？能使得动苏少主的人不简单呀！以前想见苏少主一面，想都别想，现在经常能见到他，忽然觉得他也没有多神秘，和正常人没两样吗？他又不是怪物，不就和正常人没两样？不过是苏家干的事，以及苏少主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才让大家觉得苏少主很神秘。他不是真正的追求你还好一点，我好歹能放下心来。他要是真的追求你，我头皮都得绷紧。小飞，真的好希望我们俩能快点结婚。你不想太快结婚，订婚也可以，否则我的心啊，一天天掉得老高的，生怕你被别人抢了去。在晚场敢打我主意的人并不多，放心吧，除了苏少主，没有人会成为你的情敌。就是苏少主，他也是演戏的。那是他们没有眼光，有眼不识金镶玉。我都庆幸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否则一大堆的情敌，酸都酸死我。商小飞嘻嘻的笑，笑容灿烂甜美，让人觉得舒心，不由自主的想笑。苏少主边看着相片，边自言自语：你应该没有男朋友吧？有男朋友的话，我岂不是要当男小三，插足你们的恋情？希望你没有男朋友，有追求者倒是不怕，我出马，谁与争锋，谁能抢得过我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能再亲自给商小飞送花送礼物了，免得将来你以为我和商小飞有一腿，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苏少主还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就先为了对方守身如玉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儿子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回来了，你的车都停在外面，爸看到了，赶紧的开门！爸又给你挑了一大堆的优秀女孩子，相片都给你带回来了，赶紧的，给我好好看看相片。爸，你踹得那么大力，小心把门都踹坏了。踹坏了就换新的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是爸帮你精挑细选的。爸问过医生了，要是适合你的，你看到相片都会有不同感觉的。你一张张看看这些相片，看到哪张相片有不同的感觉就说出来，爸马上安排你们见面。爸，都说了，我对那些女孩子没有意思。你看都还没有看，怎么知道没意思了？这一次爸找的都是24岁的女孩子，那位大师说了，你的命定之人今年才24岁的，跟你差了10岁，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嫌你老，就算人家嫌弃你老，爸也会帮你娶到她的。要是我的命定之女，不用爸帮我，我自己会行动起来，会去追求她。那你赶紧看看呀，我和你妈优的头发都白了，你个臭小子一点都不紧张，不在乎的样子，你想打一辈子的光棍吗？苏少主无奈，装模作样的一张张的看着那些相片。怎么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对他们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，爸，顺其自然吧。既然爸那么相信战奶奶介绍的那位大师，咱们等着就是。那位大师可是说了，我的命定之女已经在完成的了，就看我什么时候能遇到她而已。你天天往外跑，又不近女人，什么时候能遇到她？我不往外跑，才遇不到她呢。她不可能自己走进我们的家。苏少主没有告诉父亲，他已经锁定了他的命定之女，在没有找到对方的情况下，他都不告诉父亲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女孩子。老太太回来了，我再去找找她，拜托她再请那位大师过来，帮咱们算算那个女孩子现在哪里。爸，那位大师说了，缘分已尽，不会再见我们的了。连战奶奶她都说不会再见。那些方外高人不同我们这种凡夫俗子，他说不见我们就不见，就算我们想去找，也找不到他的。苏家主带着失望往外走。爸，你也别难过了，命里有时终须有。我既然命里有妻有子的，就肯定会有的，你老不用太担心的，咱们等着就是。怎么样，儿子有反应吗？多看2眼的都是不同的。没有，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连多看1眼都不愿意。这都第几回了？会不会是这些女孩子长得不漂亮？漂亮的也有，她一样没反应。这可咋办呀？宛城年轻的女孩子几乎都让他看过了，还没有找到那个能让他有不同感觉的女孩子。都34岁的人，难道真的要孤独终老吗？大师既然说他命里有妻有子，就肯定会有的，我们也别太担心了。用那衰仔的话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等着吧。咱们可以请老太太帮忙，再让大师算一算吗？那个能救儿子的女孩子现在哪里？咱们问到了地方，直接去找她，也好过我们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呀。不能了，上次那位大师说与我们还有老太太他们已经尘缘尽了，以后不能再见。也许我们不必去找她，就算找到了，
他也不会见我们的。那种世外高人，说了不见就是不见的，他们都讲究缘分。那咱们就真的只能等着了。那衰仔也不知道去找一找，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不管了，顺其自然吧。缘分来了，不用咱们去催，他自己就会结婚。咱们想管也管不了呀。还在书房里的苏少主已经拍下了钥匙扣上那个女孩子的样子，然后让自己的人去找她。段浩宇，我说了我不喜欢花，请你不要再给我送花。乔涵，我在追求你嘛，追击的时候总要送花的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要当叔叔了，我大嫂终于怀孕了，哈哈，我要当叔叔了，你要当婶婶了。当你的大头鬼？大头鬼不用你当，你的头也不算大，当不了大头鬼的。你这么帅，这么好看，适合给我侄儿女当婶婶的，不知道是侄儿还是侄女呢？乔涵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我一要娶到你。既然咱们以后早晚会结婚的，我大嫂怀孕，我就是当叔叔，你自然是婶婶了。过2天我带你回宛车一趟吧。乔涵扭身就走，他不想和战浩宇说话。好不容易将战浩宇拒于车外，满以为就能这样离开公司的乔涵，又被凤若拦住了去路。请风二小姐到一边去，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只要不伤及她便可。保安得到了吩咐，不由分说架起凤若，强势的拖着凤若走到了一边去。你们也敢碰本小姐？真以为我不是凤家真千金，就任由你们作践了？连凤琴那个真正的凤千金，在我面前都不敢粗喘几口气呢。你们俩这样对凤小姐也是有点过分了，你们去做你们的事，不用管她了。谁叫你们碰我的？就你们2个狗东西也配碰我？我要告你们非礼我！啊呸！谁非礼你了？我们乔总都看不上你，你还往我们乔总面前凑。乔总让我们拖开你的，谁叫你挡住我们乔总的去路？这个男人老是纠缠你们乔总，怎么不见你们将他赶走？凤二小姐，哦不，你不是凤小姐，你金霸姓邓，应该称呼你邓小姐才对。我是乔总的座上宾，乔总就喜欢我，咋的？你有意见？有意见都得憋着。姓邓的，我警告你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就凭你也配追求我家乔涵？若是凤琴小姐，她倒是有点资格的。我家乔涵对凤琴小姐也高看2眼，你个姓邓的有什么资格？你爸不过是个管家，还是犯了罪被法律惩罚的罪人。凤若气得脸色铁青，却无法反驳战浩宇。乔少不会喜欢你这个男人的。凤若气呼呼的扭身走人。你们回去上班，不用管那个疯子，天塌下来我帮你们撑着。凤若走到车跟前，忽然发现自己的车4个车轮胎都没有气了。哪个给我的车胎放了气？战浩宇瞟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的，但不发一言，朝他的车辆走去。战浩宇，是你，肯定是你。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吧？没有的话，可别乱嚷嚷，小心我告你诬陷、诽谤。战浩宇留下一句话，扬长而去。凤若气恨，准备打电话给大哥，想了想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转而打给了凤琴。凤琴，我的车子坏了，现在我人在乔氏集团，你来一趟接我回去。凤若的话带着命令式，凤琴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谁给你打的电话？是凤若。他又怎么了？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他说他的车坏了，命令我立即马上过去接他。妈，我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接他，他要向你告状，我也是有理有据的。这件事妈知道了，凤若要是向妈告状，妈会批评她的。她现在整天无所事事，你可是要上班的。现在咱们见的是重要客户，还是你谈下来的客户，怎么能撇下客户去接他？家里有司机，他爸、他嫂子们都闲在家里，他随便找个人都能把他接回来，非要找你。阿晴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妈一定站在你这一边，你别被凤若影响了，带着情绪见客，那是生意大忌。妈，我知道的。被凤琴挂了电话的凤若气上加气，她再次打电话给凤琴，凤琴依旧是接听电话但不说话。凤琴，你敢挂我电话，我命令你立即马上过来接我，热死人了！你想我被热死吗？你敢不过来，我就跟妈说你是故意的，说是你请人破坏我的车子，故意让我热死。家里没有司机吗？你给司机打个电话不行，非要阿晴去接你。妈，我被战浩宇整了，他放光了我车胎里的气，现在我的车子开不了，外面热死人。我想让凤琴来接我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他来乔氏集团接我也不用多少时间，不会影响他晚上加班的。你又怎么惹上战浩宇了？妈跟你说过的话，你都当耳边风是不是？说了不要去招惹战浩宇，他是战家的人，连我见了战浩宇都得客客气气的。你算哪根葱？一而再的招惹战浩宇，惹得战家对付我们凤家。凤若，你能承担得起那的后果吗？到时候别怪我将你从凤家除名，以保住凤家。妈，我只是想学着战浩宇那样追求乔少而已，谁知道战浩宇会在乔氏集团
我们就这样对上了。我也没有拿他怎么样，反而是他不声不吭就给我的车胎放了气，是他先来招惹我的，他是我为情敌，针对我。你本来就是他的情敌，凤若。阿晴现在陪着我去见客，没空。你要不给家里的司机打电话，要不让你大哥去接你。以后在工作日内，你不要给阿晴打电话，免得影响了阿晴的工作。说完，凤家主就挂断了电话。谢谢妈。凤琴向亲妈道谢，凤家主心头一痛，看着亲生女儿半晌。明天我就让凤若去改姓，改回她亲生父亲的姓氏。她是姓邓的。那是妈和凤若的事，我不插手。热死我了，大嫂，你再不过来，我会被热得中暑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嫂，也不知道凤琴在妈那里说了我什么坏话，妈竟然向着她说话了，在电话里把我训了一顿。你现在不在公司上班，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凤琴走了狗屎运，谈妥了大生意，中午和妈一起去酒店见客户，签了合同，就拿下了那单生意，能为凤氏带来巨大的利润。你在这个时候命令凤琴来接你，她不趁机在妈面前告你一状才怪呢。看在她谈到了大生意的份上，妈肯定会给她几分面子的。她也太好命了吧？可不是。凤大少奶奶也是嫉妒的牙痒痒的。彤彤，我去就行，你要么去接战毅下班一起吃饭去，要么你回家里去，战奶奶和梁姨肯定给你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的，或者你去海玲姐的饭店也可以。对了，海玲姐的饭店明天就开张了，咱们给海玲姐订好的花篮，等会儿打电话给花店，让他们提前送过去。小飞，我没事，你不要将我当成病人来看待。战印中午有饭局，提前跟我说了，他不能陪我用餐的了，怀个孕而已，还是早孕，你就让我回家躺着养胎，我可不干。你还会吐吗？早上刷牙的时候会吐，连黄疸水都能吐出来。吃东西只要不吃酸的，不吃甜的，倒是不怎么吐，吃了酸甜的，吃完就吐。偏偏我现在就喜欢酸和甜。可能你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吧？像你家战印不就是讨厌酸与甜？现在也不知道男女，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，单胎我没有木晴那么好命，怀了龙凤胎，一胎变儿女双全。龙凤胎的几率本来也不高，咱们不用跟别人比，不怕货比货，就怕人比人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木晴怀双胎，生龙凤胎，那是家族遗传，他亲妈不就是生了龙凤胎？他和他亲哥，我就是羡慕了木晴一下下而已。现在我能怀孕，我已经很知足的了，生男生女都无所谓，只要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。就是孩子健康就成，不用管是儿子还是女儿，他们战家本来就是和尚庙，你生不到女儿也怪不到你头上来，生儿生女的决定权本来就在男人身上。彤彤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老太太和梁姨一起进来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战奶奶，这不是中午了吗？我想着外面太阳大又热，不想你走来走去，就和梁姨给你送饭过来，让你在公司里吃，吃完了还能休息休息。小辣椒，好久不见。战奶奶，我已经不小了，我比彤彤还大呢，您老别再叫我小辣椒，人家现在也不辣了。对于我来说，你还是小呀，你只是在你在乎的人面前不辣了而已，在外面还是很辣的，就该这样，最温柔的一面要留给自己人。小飞，战奶奶特意多准备了点饭菜，够你和彤彤2个人吃的了，不用出去吃。战奶奶，我是很想陪彤彤吃饭，尝尝梁姨的手艺，可是我们约了客户中午一起吃饭的，我不想让彤彤跟着去，那客户爱抽烟，烟味大，彤彤怀着身孕，可不能让他吸2手烟。这不，我正在尝试说服彤彤不要跟着我过去。战奶奶来的正好，您老在这里陪着彤彤吃饭，我去见客户了。这样呀，那你去见客户吧，我在这里陪着彤彤用餐。谢谢战奶奶，我走了。